近日呢，有媒体放出一个56年前的纪录片片中拍摄了几名小孩预言了200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会做些什么。那么这些孩子的回答在当时看来也许都是天方夜谭，但时至今日呢，这些孩子差不多都已经年过花甲之年，但是他们的预言大部分几乎都已经实现了。那么这群孩子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又是如何能够预知到56年后的今天呢？故事呢，从1966年开始一个名叫《明天世界》的节目呢，对英国的马律堡学院齐彭纳姆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一次采访。采访呢，就是让他们预测2000年后的世界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并播出了这部纪录片。到了2019年有媒体就翻出了这部古老的纪录片呢，将其对明日世界的预测的片段就剪辑成了大约6分钟的合集，发到了网络上。人们对于这些学生的准确预测立刻感到了震惊。于是影片迅速在网上疯传，引发了网友广泛的讨论和热议。因为今天人类世界的现状呢，几乎被56年前的这些孩子们全部说中。而从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孩子和普通孩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他们呢，是怎么预测到几十年以后的如今的现状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到底都是什么呀？参与节目采访的孩子当中预测最准的一个小男孩说他说在2000年呢，我很有可能会在去月球的飞船上。看来飞上月球呢，去外太空探索一直都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其实在不久之后，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号就登上了月球。他还说人类会造出指令机器人、命令机器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中机器人对于未来社会都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从庞然大物到人工智能从遥不可及呢到家常便饭，甚至到目前很多的饭店酒店都配备了服务型机器人。还有科学家尝试制造能够识别人类感情、具有自我意识的 AI 机器人。以前呢，只能在科幻小说中看到的东西，逐步都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小男孩还说到，未来的畜生都会被关在建筑物里，不准在牧场上吃草。现在很多的畜生都被关在厂房里，这是一个极为准确的预测。有网友就说，关于动物被推入建筑物并人工饲养的预言太真实了。而这个预测并非是盲目的预测。英国的农业周刊曾经报道过在1960年代，一个工业化农场的饲养的鸡就可以达到数千只。但是到了2017年呢，大型工业化农场就增加了26%养殖的鸡就会有上万只，猪有几千头。可见56年前的孩子对于电气化农业技术在未来的兴起和担心了。他还说到，在未来会出现自动化，人们会因此而失业，人口众多。他说，我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如果我不能够成为一个生物学家，就要对人口问题做点什么来缓解这个难题。这将是我想做的事情，尽管我并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么大量的失业人口也因此而产生。由于自动化的出现呢，未来的人会成为一种统计数据的存在，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网友就对这个孩子关于未来的预测感到震惊并认为他的预测正是近几年来出现的电动汽车、AI 机器人以及脑机接口的预兆。一个刘海女孩说，未来人们将无法居住在普通的房子里，因为这里会占用太多的空间他们必须住在公寓里，一个个堆在一起的房子。那么这些房子会相当的小，而且很拥挤。那么想想现实确实也是如此。现在到处都是随处可见的楼房，而每一户的面积都不算太大。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呢，房价上涨，购房困难呢，依旧是一项重大的问题。关于失业的问题呢，与住房的问题以及人口的问题，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他说，我对于未来不抱什么希望，而且自动化也并不好，到处都是机器为你做所有的事情，这会很无聊。计算机呢将会接管人类。由于计算机和自动化到了2000年后呢，将不会有足够的工作岗位，仅剩的工作岗位都是给那些能够使用计算机的高智商人群，其他的人就会失业。他说，我并不期待活在50年后的那个时代，世界在现在就已经很可怕了，更不用说50年后会更可怕。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小孩还预言了当今会爆发的一些冲突，以及未来核爆炸、核战争的风险。在孩子们的预测当中有一个谈到就是核战争有一个小孩他就说，所有的这些原子弹到时候都会围绕着一个地方投下，有一个会在市中心爆炸，像是炸了一个巨大的陨石坑一样，仿佛整个世界都融化，就像是超新星爆炸一样。一个长脸男孩就说某个疯子会得到原子弹，然后彻底的毁灭世界，炸的这个世界什么都不剩。而留短发的女孩子说我们无法阻止拥有原子弹的人，他们会越来越多，总有一天有人会使用它。有个小姑娘还大胆的预言黑人会和白人结婚。
其实在今天呢，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同肤色的人都会相互结婚。而卷发男孩说，未来所有的人造卫星都会上天，有些会对气候产生影响，海平面会上升，可能会覆盖英格兰，而英国只剩下一些岛屿、高地和苏格兰，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大山丘。他说，但是英格兰不会被吞没，不过海平面可能会上升大约500到600英尺。同时呢，他也预测了未来呢是大数据的时代。一个扎着辫子的金发女孩接着说到了极端气候的影响。她说，未来由于太阳可能会燃烧殆尽，带来新的冰河期。她还预测了人口过剩和战争。她说，人口会变得极为的密集最后会导致战争以及核爆炸等等。所以地球上将会出现很多的辐射，气温会变高，导致人类无法生存。未来地球上不会有生命存在。对于核辐射的预测呢，以及核辐射带来地球的生态的毁灭，竟然是惊人的相似。目前的地球的冲突和局势更是一触即发。欧洲的冲突是否已经拉开了第3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呢？有网友就说，他们说的就是当今的人口过剩、气候变化和核战争危机啊。那么这些在1960年代仅有10几岁的孩子们，为什么会如此准确地预测了未来呢？他们到底是谁？这就要从一位美国的量子催眠师朵洛丽丝·坎南开始说起。之前宇哥讲过一期，在他44年的催眠生涯当中他做了大量的催眠案例，并记录了无数次的神奇案例，而从这些催眠案例中获得了诸多人类未解之谜的答案。在1931年呢，朵洛丽丝·坎南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在那里呢，她与家人生活并长大。在1951年结婚后呢，就随着丈夫约翰尼的海军职务呢，旅居世界各地。同时呢，她丈夫还是一名业余的催眠师，偶尔会帮人进行一些催眠工作。在1968年，那个时候她和丈夫所在的德克萨斯海军基地呢，一个医生就请求他们使用催眠帮助一名患者。那位女子患有精神性的饮食障碍，极度的肥胖，而患有高血压以及肾部的疾病，所以医生就认为催眠也许能够帮助她放松，会有一些效果。在催眠的过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女子就出乎意料地开始描述一个来自于前世的场景。她就说她是一个年轻的女郎，在喧嚣的1920年代生活在芝加哥。朵洛丽丝·坎南和约翰尼就看到她真正的转变成了一个拥有不同发音方式和行为不同的人格。尽管这看起来非常的奇怪，并且无法解释，于是他们就决定顺其发展，看看还能够发现什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朵洛丽丝·坎南和约翰尼呢，将这位女子就回溯到了5个不同的前世，一直回溯到她被上帝创造的时候。这件事情整个故事在朵洛丽丝出版的第1本书被讲述了出来，名叫《武士回忆》。他们的这个催眠是发生在一个前世回溯几乎还是前所未闻的一个概念时期，因为那个时代的玄学、灵性学还有几十年才会出现，当时没有任何的书籍，没有指引，没有此类任何的案例可以来查询。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方法在当时是不会受到任何的局限和约制。但遗憾的是，在同一年的晚些时间呢，约翰尼在去海军基地的途中在一次可怕的汽车事故中，差点被一个醉酒驾驶的人员而撞死。由于受伤呢，他部分截肢，并且在余生呢都被限制在了轮椅里。所以朵洛丽丝呢就和这个约翰尼决定搬家到阿肯色山了，在那里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部队的津贴来养活他们4个孩子。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朵洛丽丝完全把注意力放到了丈夫和孩子身上，所以她对催眠和轮回的探索就暂告了一段落。当她把孩子养大，离开家，他们都可以自己生活的时候，那是在1970年代末了。那朵洛丽丝呢就决定开始再次的持续的为客户进行催眠。尽管她住在一个人口很少的小村镇里无论情形如何呢，她都愿意接受任何的案例，她还是能够成功的吸引各种客户前来。他的早期工作更多是专注于轮回，他的很多早期客户描述的场景都是来自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涉及地球上的不同的地点、不同的社会背景。然后呢，他会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调查他的客户们所描述的生活过的地点和时间段，以验证他所记录的结果真实性。所以朵洛丽丝呢会确保他们当时吃的食物、他们穿的衣服、他们当时说的语言、他们使用的金钱、他们当时描述的工作以及遵守的社会规范和他们享受和参与的娱乐，以及当时那个时代他们所相信的哲学和他们描述的地理景色，那一个时期特定的典型的生活。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严格的验证过程呢，朵洛丽丝才确保了她的结果的可靠性。在催眠了几千个客户，一次一次的记录了相同的结果，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验证客户的前世之后，她就连接到了一个不可思议强大的信息源。
他发现他所得到的关于前世和不同时期的不同话题的信息上呢，并不都是来自于他催眠的客户的意识。他从客户那里得到的有关前世以及额外的信息，是由一个大得多的、更强大、更有智慧的客户的本我的部分所提供的，而客户的意识中完全不知道这一部分的存在。由于这个部分是绝对存在着的每个人心智的一部分，但是又在我们的意识层之下一直观察着，所以他决定将它称作为潜意识。在1986年呢，朵洛丽丝就遇到一个非常神奇的案例啊。他在为客户催眠的时候，就发现对方的前世竟然是诺查丹马斯的门徒。在催眠的过程中，当这位客户正在描述那一生的时候，他的人格突然褪去啊，诺查丹马斯本人就开始与他沟通。诺查丹马斯就表示自己写下的4行诗呢，遭遇到了后来人的扭曲和误解。他就希望朵洛丽丝能以现代文字重新诠释这些语言。而诺查丹马斯要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心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切。他相信诺氏想传达的正是人类的自由意识可以改变预言。而在催眠的案例中还涉及到了人类起源的故事。当一个星球的环境与条件具足星系或太阳系中的议会呢，会派人前往播种，而生命能否顺利成长是自由的意识选择而定。朵洛丽丝就说，我在数百个催眠案例中就发现有些人的前世曾经是当时的播种者，他们将来自于宇宙各地的细胞带到地球，然后观察它们生长。也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被看护和守护的。外星生物最初的计划是在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创建永恒的生命，然而来自宇宙另一端的陨石却意外着带着变异的病毒和有机的生命体撞击了地球，使得此地处于幼苗期的生命呢，这个形式遭到了污染，疾病呢从此在地球上扎根。所以当时的播种者曾返回议会讨论遭到破坏的实验该何去何从。最后他们决定让地球的生命以自己的自由意识延续下去，但是从旁边进行补救措施，并给予人类长寿和抵御疾病的原型质和基因讯息。而地底文明呢，是朵洛丽丝近期比较关注的议题。他从许多的催眠案例中得到了关于地底城市的零星的资料，如今数量已经累积到可以拼凑出全貌的一个收成阶段。他说，地球上到处都有地底城市有些地底文明在亚特兰蒂斯文明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当时的地球的气温尚未冷却，状态也不稳定，无法适应地表的外星生物呢，就决定避居地底。目前整个文明依旧存在，而外星生物在地底还放置了与太阳类似的东西，它们有自己的光源、湖泊、花园以及地表不存在的各种动物。它们通过隧道与整个文明体系相通，而金字塔呢，便是隧道的出入口之一。从一地到另一地呢，它们的移动速度可以达到3000英里，它们的文明远超过我们。在朵洛丽丝接触的催眠案例中，有些人的前世呢，还竟然是动物、植物，甚至是矿物质、空气。许多人根本就不了解万物皆有意识。他说，我催眠过前世是石头的人。他说，我的生命非常的缓慢。而朵洛丽丝进一步问说，我对身为石头一生能够学到什么非常好奇。而那个人就说，我学到了什么叫做限制，万物都是能量，只是土壤和石头以较低的振动频率来存有，但最终呢，我们都会进展到更高的一个振动频率。他写的书呢，其中有一本叫做《三波志愿者与新地球》。那么这本书讲到地球上不少人是高维度的人，志愿来到低维度的地球转生，目的只有2个，一个呢就是来改变地球能量，以避免发生大灾难；一个呢是提升人类的能量，让我们与地球一起提升至下一个次元。这些宇宙高维度的人还分成了3波志愿者来到地球。他说，第一波志愿者呢，来到地球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940年到50年代出生在地球的人。第二波志愿者大约就出生于1980年代，现在大约应该是30多岁的样子。而第3波志愿者呢，就是新小孩，也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有许多人现在正值青少年阶段，所以在这个纪录片中给出这些准确预言的孩子们，在1966年代的时候正值是14到16岁之间。如此推测倒推的话，他们的出生时间大约就是在1950年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的想象推测一下，这些被电视台采访的孩子们可能就是第一批到低维地球投身的高维生命呢？不然他们何来如此惊人的预测能力以及准确程度呢？所以大家觉得呢？好了，故事呢，玉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未经证实的内容，大家不要太当真哦。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别忘了订阅和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